这样看的话呢，就好理解一点了。它的尖三角肌是这样过来，它这里是胸大肌，中间的这一条呢，因为是皮肤上扯起来的一个小的褶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褶，也就是在照片里面的这个褶，它不是它肱二头肌的位置，然后这个才是它肱二头肌的形状，移到这边。然后这里有非常小的一块，我把它涂成红色，这一块是会肱肌。然后会肱肌的下面有一条隆起来的，跟它一个方向，这一条是一条神经束，有的时候呢会和这个会肱肌混淆。在这张照片里面，这个部位应该就是这里鼓起来的。下面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脖子啊，太粗了，尤其是换女性脖子就更不能这么粗了，就算是换男的，这个粗细它也太过分。然后两侧的肩的高低落差不够，包括它的胸腔也是，它这个近处还偏高一些，远处略低一些的这个特征。相同的点位，相互比较的这个高低关系，这个动态的特征感不太够。像这些比较表面的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就是这个胸大肌，它两侧胸大肌的附着点应该有高有低，大概应该这样。这边呢应该大概在这儿，所以说下面的这一侧呢没有鼓起来，非常的薄，在体表不显现。但是要是画的话呢，要注意这一点。女性呢胸大肌没有太发达，所以不要太鼓，不要画太厚。然后这边的这个拧在一起的这个位置好高了。你像这个手臂呢，它的圆柱是这个状态的，胸大肌的附着点呢在这边，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造型。但这个地方呢画不太准，也没有太重要，毕竟它还被乳房的这个脂肪垫遮挡住，这个也是有高低的区别。然后它的前锯肌看上去没有这么多，画太多了，越往下要越往后去走才对。这个往下还是画到了侧面来，要往后面走。说这个腿的没有抬起来，角度不对。下面这个形状要多观察，形状没有找准确。两侧的掐脊的高低关系，然后它腋下的这个位置啊，我看它这个照片呢也有点离奇，不是很好理解。然后呢，我找了一个也是这个模特的另一个角度，这样看的话呢就好理解一点了。它的尖三角肌是这样过来，它这里是胸大肌，中间的这一条呢，因为是皮肤上扯起来的一个小的褶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褶，也就是在照片里面的这个褶，它不是它肱二头肌的位置，然后这个才是它肱二头肌的形状，一直到这个，一直到这边。然后这里有非常小的一块，我把它涂成红色，这一块是会肱肌，然后会肱肌的下面有一条隆起来的，跟它一个方向，这一条是一条神经束，有的时候呢会和这个会肱肌混淆。在这张照片里面，这个部位应该就是这里鼓起来的，应该是这样。还要注意头部的基本形状，这头发扁了一些，还是观察的不够整体，看的稍微有点局部，有一些局部形对照着去看的还是准确的，但是一看整体的话就会看得出来问题。来看一下这一张中轴部，还是头的问题比较明显一点，这个头稍微有点歪拧，你看这个中线和它的眼睛啊眉弓的连线它是歪的。上次我们说过，这个头部的中线和眉弓眼角的连线它是呈直角的，它是相垂直的。
脖子看起来稍微粗了一些，短了一些，然后头感觉大了一些。它的斜方肌并没有这么高，你看你这两个眼睛一个高一个低的感觉啊，画了一条这种水平的水平的线，就能比较出来。这个眼睛呢大概落在了中间，然后这个眼睛呢大概落在了下面，这两个眼睛就上下是错开的。还是需要多去做一些辅助线来进行比较，去确定它们的位置的准确。啊，继续往下看，啊，脖子短了一些，把头部这个位置往上提，让这个脖子的长度是够。画到这里，你可以去从两个肩这个位置，然后到头顶上最凸的两个位置，做这种辅助线来比较一下，然后在照片上也做两条这样的线去比较一下是不是一样的。你这个如果说它太低啊，这两条线往里面斜的太多，就说明这个脖子短了，头的位置低了。继续往下，锁骨基本上锁骨呢是没有什么问题，这个位置是三角形的倒三角形的肩窝，这里呢也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个地方的肩三角肌稍微短了一点，这个位置它是腋下挤压夹出来的一个窝，这条边呢是胸大肌的外侧的轮廓，这里是胸大肌，然后这里是乳房的脂肪垫。其实在这块呢，不去画它的解剖也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就把它这个形画出来就可以。然后它这边胸部的乳房的脂肪垫要更低一些，这种左右对称的位置啊，一定要相互比较着去画，谁高一点谁低一点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就是相互位置。那这个位置比较长，因为胸肌呢比较薄。然后肩三角肌也是稍微的短了一点，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大圆肌，应该就是两个结构之间皮肤相连的时候产生的一种过渡，直接把它连过来就可以了。它的中线这个起孔的位置要再往左一些，然后这个是腹直肌，它的这个髂前上棘大概在这儿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鼓出来的一个造型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它的阔筋膜张肌。